做这个系列的初衷是为了实践一下 AI 时代的学习方式。我个人认为 AI 的价值不仅能帮助我们工作干活，还能帮助我们满足自己的探索欲和求知欲。当 AI 能替代我们做许多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想到 AI 能不能替代我们读书？我的答案是不能。正是由于 AI 的存在，这个时代读书的意义比以前反而更重要了。阅读、理解、思考和感受是我们人区别于 AI 最主要的特征。如果我们放弃思考，一切由 AI 来完成，那可能会让我们追问自己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哲学问题。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因人而异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此时此刻在看这期节目的人一定是活着的，而活着我们就不可避免陷入这样的思考。扯远了，总之一句话， AI 不是替代我们，而是满足我们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工具。说回这个系列，这本 Symmetry and the Monster 目前没有中文版，所以我特意拿来做一期与 AI 一起读书的系列。我自己学习群论实际上是到了研究生阶段，但在这之前，我一直对5次以及更高次的方程没有统一的求根公式，以及3等分任意角这类古老的尺规作图难题很感兴趣。我以前常想，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问题，数学界却要花上百年甚至1000年的时间去解决？这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这就是群论。群论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学理论，背后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它蕴藏着美与丑的哲学思辨，也蕴藏着对称与非对称的宇宙起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群论的世界吧。数学里有一头巨兽，大到要用196883维的空间才装得下它。它不是图形，也不是数字，而是一团对称本身，数量惊人，却严丝合缝，彼此咬合的对称动作。更怪的是，这头活在近20万维里的巨兽，似乎和数论里一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对上了某种暗号。两个本不相往来的数学领域，中间像是藏着一条看不见的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们整个系列最后才揭晓的事。现在就把答案甩给你，你不会震撼，只会觉得是一串数字。要真正被它震撼到，还要从头开始，从2300年前5块木头讲起。因为巨兽和那5个立体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端，而这本书是从一个巧合开始写的。1978年，数学家麦凯在翻一个和这头巨兽有关的数字时，发现它和数论里一个毫不相干领域的数字几乎一模一样。多数人会耸耸肩说凑巧，麦凯没有，他把这个凑巧写信告诉了同行汤普森，一群人就这么开始了一场追问。罗南写 Symmetry and the Monster 这本书讲的正是这场追问，而这个系列就是我们跟着这本书一起把它读懂。故事的种子是一个不肯把巧合当巧合的人，故事的起点是古希腊人手里的5个完美立体，正4面体、正方体、正8面体、正12面体、正20面体。它们规整的让人不敢相信是巧合，而更惊人的事实是，这样的完美立体恰好只有5个，不多不少。为什么偏偏是5个？这里有一个你能在脑子里走完的论证。在立体的一个顶角上，几个面的内角加起来必须小于360度，等于就摊平了，大于就撑破了。正三角形每个角60度，凑3个、4个、5个都行，分别给出4面体、8面体、20面体，凑6个正好360度出局。正方形90度只能凑3个，给出正方体。正5边形108度也只能凑3个，给出12面体。正6边形120度凑3个又是360度，再往上全都超了，所以完美的立体只可能有5个。同样这件事，用我们前几期反复用到的欧拉公式，顶点数减人数加面数等于2，一搜就成了一行干净的不等式，整数解恰好5对。严格的版本留给配套博客。2000年前，人们就被这5个立体迷住了。一次是把它们当成万物的配方。公元前360年前后，柏拉图在《地脉欧篇》里给世界的4种基本元素各配了一个立体。火最尖锐轻快，是锥体，也就是后来说的4面体。土最稳固能堆叠，是立方体。气是8面体，水是20面体，还剩一个12面体，他把它留给了整个宇宙，说神用它来装点天穹。这5个完美的形状，第一次
被当成了万物的底层语言。300年后是另一次，欧几里得把这份痴迷变成了铁一般的数学。几何原本一共13卷，而最后一卷，整整一卷，讲的全是这5个例题。他先把它们一个一个精确地做出来，最后证明了一件事：完美的例题恰好只有5个，不多也不少。2000年数学的圣经，封顶的最后一块石头就是这5个形状。那是谁第一个证明了只有5个？历史把它归功于雅典数学家泰阿泰德，他是柏拉图的同代人。柏拉图还专门写过一篇对话，就用他的名字命名。他很可能就是第一个证明了只有5个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罗南这本书的第1章干脆就叫泰阿泰德的20面体。2000多年的对称之旅，他没从最简单的4面体讲起，而是把镜头对准了5个里最复杂最对称的那一个。而后面你会看到，正是这个20面体的60个旋转成了我们要找的第一颗对称的原子。到这里为止，我们聊的都还是形状，可这个系列真正的主角不是形状本身，而是它们的对称。对称是个很形象的说法，但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抽象的动作，一个把物体搬回它自己身上，让你看不出区别的变换。比如把正方体绕中心轴转90度，转完之后跟没转一样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对称。一个物体到底有多对称，就看它有多少个这样的动作。我们来数一数正方体的先之数钢体旋转，暂时不算镜像，按转轴分类，什么都不动的算1个。过两对面中心的轴有3条，每条能转出3个。过体对角线的轴有4条，每条2个。过人中点的轴有6条，每条1个。加起来1加9加8加6，正好是24个旋转。现在请注意这些动作的3个性质，它们朴素到你几乎会忽略，却是全部的关键。第一，任意2个对称接力做，先转这个再转那个，结果还是一个对称。第二，每个动作都能撤销，转了90度反着转90度就回到原样。第三，有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动作，我们叫它横等。我们把接力亲手走一遍，先把正方体绕竖轴转90度，再绕横轴转90度。2步做完，整个立方体看上去跟没动过一样，所有的角、人、面都精确落回了某个原来就有的位置。换句话说，转90度再转90度这个合起来的动作本身就是那24个旋转里的某一个，你永远跳不出这24个之外。但这里留个伏笔，要是交换顺序，先横后竖，落点会不一样。这件顺序要紧的是后面会变成关键，能接力，能撤销，有不动，一个满足这3条的动作集合。重要到数学家专门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做群。正方体那24个旋转就是一个群，它的对称被这个群完整的装了起来。你先别急着被定义，这一集你只要记住一句话，群就是对称的语言。至于它严格的公理是后面几集的事，我们这里只是刚学会念出这个词。既然对称的多少可以数，那就把5个例题都数一遍。正4面体12个，正方体和正8面体都是24个，正12面体和正20面体都是60个。一眼就能看出2条规律。第一，互为对偶的2个立体，对称的数目完全相同，把立方体每个面的中心连起来，长出来的就是8面体。同一个让立方体复位的旋转，也正好让8面体复位，所以它们共享同一套对称，数目当然一样。第二，20面体和12面体的60是5个里面最多的，它们是最对称的立体。记住这个60，后面会用到。怎么数出来的？挑最小的正4面体走一遍就懂了。方法和上一节数立方体完全一样，详细的步骤和坐标都放在配套博客里。20面体还藏着一个意外的美，取3个互相垂直的黄金矩形，它们的长宽比正好是黄金比，约等于 1.618。 这3个矩形的12个角恰好就是20面体的12个顶点，而且这个比例不是事后凑上去的装饰。要让这12个角排成一个标准的正20面体，那个长宽比只能是黄金比，多一点少一点人就对不齐了。最完美的立体是被最有名的那个比例逼出来的唯一答案。这5个完美的对称不是数学家纸上的空想，它们就活在我们身边，
先说一个精确的例外，骰子，一整套桌游骰子，正好就是这5个柏拉图立体，它们能当公平的骰子，全靠那种对称，每个面都和别的面完全等价，朝上的概率严丝合缝的相等。而自然界的版本几乎全是近似，越是长得像，越要记得它们只是逼近，不是数学的完美。病毒用对称来审基因，很多病毒的蛋白外壳是20面体对称的，它的基因太小，只够编码几种零件，而20面体能让最少60个相同的亚基严丝合缝地拼成一个封闭的壳，对称成了病毒审基因的工程方案。再看海里，19世纪的博物学家海克尔画过一种单细胞的放射虫，硅质骨架，就按20面体排布。大自然真的在一粒海洋单细胞里造出了近似的柏拉图立体。最熟悉的是你脚下的足球，它由12个5边形加20个6边形拼成60个顶点。1985年，化学家提出有一个由60个碳原子组成的分子，碳原子正好坐在这60个顶点上，这就是 C60 巴基球。一个足球的形状，同时是病毒的壳，是碳的分子，还是建筑的穹顶。而对称也可以是纯粹的艺术。写这个系列的 agent 叫 Escher， 正是为了纪念荷兰艺术家埃舍尔。他一辈子在画平面的对称，让蜥蜴、飞鸟、鱼严丝合缝地铺满整个平面，一只的尾巴正好是另一只的翅膀，无穷无尽，这叫密铺。从骰子到病毒，从海洋单细胞到一颗碳分子，再到一幅画，对称其实是一门隐藏的语言。现在我们有了语言，也数清了5个立体各有多对称，可真正驱动整个系列的问题是，这些对称还能不能再拆？有没有拆不动的对称？对称的原子？先看20面体那个最大的数，它的旋转一共有60个，它也是一种原子，但和前面那些在平面里就能转出来的对称不一样，它是最小的那个平面装不下，非要3维不可的对称原子，它有个名字叫 A5。这句话每个字都不能省，还记得前面埃舍尔的密铺吗？平面上的旋转对称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，绕着一个点干净打转，而且谁先谁后都一样，都很温顺。可20面体这60个旋转不一样，它是非交换的，你无论怎么把它拍扁，都塞不进2维，它非要3维不可。非交换是什么感觉？拿手机试一下，手机正面朝你，先在桌面里转90度，再向后翻倒90度，记住屏幕朝哪。现在换个顺序，先向后翻倒，在桌面里转，你会发现屏幕朝向完全不同。同样2个动作，只是交换先后，结果就变了，这就叫非交换。对照一下平面，在纸上绕同一个钉子，先转30度，再转50度，和先转50度，再转30度，结果一模一样，都是80度。平面旋转永远可交换，这就是它温顺的来源。一旦进了3维，轴可以指向四面八方，顺序立刻开始要紧。它为什么拆不动，又怎么牵出5次方程没有求根公式，是后面几集的主线，这里只留个悬念。这一集我们只是指出它在那儿，而这正好接回开头那头怪兽。怪兽也是一个原子，所有原子里最大的那个，从20面体的60到怪兽的8乘以10的53次方，它们是同一张对称周期表上的2个格子。这个系列要做的就是跟着这张表一格一格把它填满，找齐所有对称的原子。2000年后，这5个立体又一次想解释宇宙，又一次美丽却错了。1596年，年轻的开普勒坚信上帝是用几何来造世界的。他注意到一个巧合，当时已知的行星恰好6颗，而完美立体恰好5个。会不会6颗行星轨道之间的间距正是这5个立体一层层嵌套出来的？他把5个立体套在行星的球壳之间，让每个立体的内接球、外接球正好卡住相邻2颗行星的轨道。一个用5个完美立体解释整个太阳系的模型，美得让人屏息。然后是他自己的数据动摇了他。接下来20年，开普勒拿着地图、布拉赫极精确的火星观测，逼出了真相：行星的轨道不是完美的圆，而是椭圆。一旦轨道是椭圆，距离被精确测量，那套完美立体的间距就对不上了。但耐人寻味的是，开普勒从未放弃它。不是开普勒亲手推翻了它，是他自己更精确的天文学悄悄地让它过时了。
他保住了对这个美丽模型一生的钟爱，失去的只是他解释宇宙的资格。这正是这趟旅程要反复追问的问题：什么才算解释？5个例题2次想解释宇宙，柏拉图当配方，开普勒当框架，2次都败给了更精确。用一句话收住这一集，也收住整本书。这是一趟从最简单的对称原子走到最庞大的怪兽的旅程。起点是你今天见到的5个例题，终点是那头我们只敢远远瞥一眼的巨兽。这一集做的就是把第一站和最后一站并排放在一起，先看一眼，剩下的是一格一格把中间填满。下一集我们会遇见一个20岁的年轻人，决斗的前一夜他彻夜不眠，写下了一份数学遗嘱。他叫加罗瓦，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件听上去不可能的事：为什么有些方程根本就写不出求根公式，而那个答案就藏在一颗拆不动的原子里。